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？為什麼有些人一輩子拼到滿頭白髮，還是存不到錢？更奇怪的是，那些靠機會賺到大錢的人，最後卻往往過得比普通人還慘。有人說是命，有人說是運。我今天想跟你講一句更扎心但也更真實的話：大多數人守不住財富，不是因為錢不夠，而是因為靈性不夠。聽起来玄，其實一點都不玄，你往下聽就知道。我們這一生都有一個看不見的財富臨界值，當你的心性還沒準備好，你的德行還沒跟上，你突然暴富，你以為是好事，其實是災難的開端。錢能放大一個人的優點，但放大壞習慣的速度更誇張。一個人的劣根性一旦被金錢照得通亮，幾乎就等於財富到頂了，人生也開始往下走。你有沒有看過那種趕上時代，閉眼都能賺錢的人？他們不是能力特別強，而是剛好踩中一個資產狂飆的时代，順風順水，抄個底，買間房，做個小生意，動不動就身價翻幾倍。這種叫福財，是時代送上門的禮物。聽起来爽吧？但問題是，這群人最危險。他們的財富膨脹太快，可他們的認知、智慧、人生觀根本沒跟上。於是你就看到各種故事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最後卻卡在現金流，投資越玩越猛，結果一次爆倉歸零。孩子從小含着金湯匙長大，卻養成無法挽回的問題性格。為什麼？因為守不住。有些有錢人更好笑，賺錢的方式邊緣模糊，他們一聽正規、合法、專業顧問就覺得花錢，他們寧願把錢花在靠山、江湖人脈、面子排場上。出了問題的第一反應不是查制度、做規範，而是立刻找人擺平。他們沉迷權力，迷戀投機，走到哪裡都想當老大，感覺每個人都欠他一個交代。你有沒有遇過這種人？表面上風風光光，骨子裡慌得要命。結果呢？江湖就是個無底洞，越混越險，越混越累，越混越沒有底線。你看到外面那些风光人物，很多人最後的下場慘得無法想象。他們賺到的錢，最終都以100倍的代價吐回去。為什麼？因為德不配位，靈性不夠，扛不住財富帶來的反噬力。真正能從這一切跳脫出去的很少，他們通常做一件事，退出江湖。你以為這是逃？不是，這是看透。這世界幾千年來都一樣，人往名利裡鑽，越鑽越深，以為有錢就萬事 OK， 但他們沒看到的是，每得到一點外在，就透支一點福報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有些人剛紅就開始走下坡，剛成功人生就出事？不是突然倒霉，是福報變現完了。那些頂着鎂光燈的人，那些紅到發紫的人，往往就是福報清空的那一刻。所以很多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們只做功德，只創造價值，把幫助別人当成一种積累，不急着光芒萬丈。你越不急，越容易厚積薄發；你越想顯，你越容易捨。所謂惜福，不是迷信，是規律。你的福報如果全兑现成錢，很容易被風吹草動推倒，一點意外，一場疾病，一段投資失敗，就足以讓人原形畢露。人的功德、能力、價值就是你的容器，你能承載多少就給你多少。容器沒準備好，你硬往裡倒金子，只會溢出來，甚至炸掉。你有沒有聽過一些朋友說，奇怪，我一搬進大房子，工作就不順了，我一換豪車，收入就变差？不是玄學，是能量不匹配。豪车豪宅的气场，不是每個人扛得住，那是一種壓力，一種責任，一種需要強大內在才能穩住的東西。如果一個人的靈性不夠，德行不夠，價值不夠，他一享受，大概就要開始透支，透支久了，生活自然開始出問題。貧窮不是自然發生的，它是被系統化設計出來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所有人都變富了，那誰來送外賣？誰來開貨車？誰來生產食物？社會結構根本撐不住。所以系統一定要讓大多數人維持在夠用但不富有的狀態，這樣社會才運轉得起來。你看，
這世界的規則從來不是公開透明，而是層層疊疊的設計。窮人的勤奮養活富人，富人的制度限制窮人。窮人越努力，富人越富有。這不是陰謀，這是結構。你以為你在奮鬥，其實你在執行別人寫好的程序。而真正殘酷的是，大多數人還以為貧窮是自己不夠努力造成的，還會一邊喘不過氣，一邊罵自己不爭氣，完全沒想到自己早就被丟進一個設計好的格子裡，跑得越賣力，離出口越遠。你想一想，如果社會上大部分人都過得很寬裕，誰還會心甘情願去做那些又累又髒又被嫌棄的工作？誰來填那些沒人想做但又非有人做不可的位置？所以某些人一開始設計遊戲規則的時候就已經預留好了，必須要保留一大群永遠不太富的人，這個系統才能運作下去。你会看到一種很經典的畫面，窮人拼命打工，養活了少數人，少數人坐在高處，透過制度，透過規則，再把窮人的時間、體力和焦慮一點一點榨乾。你說這像不像魚鷹抓魚？脖子被綁着，肚子永遠不会太飽，但也餓不死，剛剛好有力氣再跳下水一次。更可怕的是，除了制度，還有一种東西在牢牢困住人，那就是觀念。尤其是那種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小農思維，顧好自己這一小塊地，不要惹事，不要多想，不要往外看。活動範圍小，交往圈小，眼界自然跟着变小。久了以後，人就會習慣在一個小小的世界裡打轉，覺得那就是全部宇宙。別人要是跟他說外面的規則不一樣，他還會生氣，覺得你是在衝撞祖宗的智慧，在否定他一路走來的忍耐。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你去跟長輩解釋一些新的觀念，他不但聽不進去，還會反過來罵你不懂事，因為那不是知識的問題，那是人一輩子賴以活下去的信仰體系。你一動，他整個世界都會摇晃。再來，你看，窮人和富人最大的差別，很多時候不在於勤不勤勞，而在於方向。從小我們被灌輸一句話，要勤勞，勤勞可以致富，對不對？聽起來很正面，可是你仔細看，真正有錢的人，他們講的重點從來不是多拼一點，而是找到遊戲規則。越是辛苦錢的地方，牆上就越喜歡貼勵志標語，什麼吃苦當吃補，天道酬勤，大家看了熱血沸騰，然後繼續加班，繼續熬夜，繼續用身體擋通膨，用健康換薪水。問題是，如果勤勞就一定致富，那街上那些凌晨4點就起來做生意的攤販，那些在工地曬一整天太陽的人，早就應該是資產自由的那群了。現實卻剛好相反。為什麼？因為勤勞只是最低配，方向才是關鍵。窮人最容易掉進一個坑，我只要再多做一點，再撐一下就會好起来。他們喜歡今天就看得到的結果，今天多跑幾趟，今天多接幾單，錢立刻入袋，這樣才安心。至於學習、投資自己、建立系統這種事，回報太慢、太虛、太看不見，於是永遠排在等我沒那麼忙再說那一欄。你有沒有這種經驗？明明知道該讀點書，該想一想方向，該學習理財，結果一到下班就只剩下滑手機的力氣，告訴自己我已經很累了，我有資格放空。就這樣，一年又一年，人生慢慢被賣給一個看起來很踏實的日常。然後第3個陷阱更毒，消費。以前的人是沒錢所以不敢花，現在是沒錢更要花，因為有分期，有貸款，有各種看起來很輕鬆的方案。你有沒有發現一種很詭異的現象？很多人明明存款不到幾萬，卻敢背幾十万、上百萬的債。房貸、車貸、卡費、學貸，全部加起來，人還沒開始真正生活，就已經把未來20-30年的收入預支掉了。消費主義厲害就厲害在，它先在你心裡制造一個缺，你現在用的手機太舊，你住的地方太普通，你開這台車沒面子，你沒出國就落伍，你不給小孩最好的就是不負責任。然後再遞給你一個解藥，來，貸款、分期，先擁有再說，你值得更好的。當你簽完字，你就從自由的人變成必須持續勞動才能活得下去的人。有些人一輩子辛辛苦苦，不是為了過得好，只是為了不被催款。
你說這是不是一種更高級的牢籠？房子本来只是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，後來變成身份，变成階級，变成面子，最後变成一條鎖鏈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你想想，當一個家庭為了一間房，把3代人的積蓄掏空，還背上幾10年的貸款，父母不敢生病，小孩不敢失敗，中年不敢轉彎，到老了房子也舊了，人生也過完了，這段路到底是人扛着房，還是房扛着人？可是從系統的角度来看，這種安排很完美啊！大家都乖乖待在自己的格子裡，日復一日努力，誰也沒空去想太多。於是你會發現，貧窮並不只是錢包裡的數字，而是一整套從制度到觀念，從教育到媒體，層層疊疊設計出來的東西。那你可能會問，既然這麼不公平，我們是不是就只能擺爛躺平？也不是。既然貧窮可以被設計出来，富裕當然也可以被設計出來，只是那不叫一夜暴富，那叫慢慢翻盘。真正的翻盤，不是在賭桌上搏一把，而是你開始一點一點拿回自己的人生主導權。第一步，不要再迷信碎片知識。什麼叫碎片知識？就是那種你聽了覺得很新鮮、很厲害，可以在飯局上秀一下，但對你的人生方向幾乎沒有幫助的東西。很多人花大量時間記明星八卦，记冷門小知識，记誰跟誰又吵架，記得头头是道。可是你要他理一理自己的財務，想一想自己10年後要過什麼生活，他完全講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這樣的人看似消息靈通，其實內心非常空。碎片知識有個致命的問題，它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，我知道很多，所以我很厲害。但真相是，你只是在拿注意力換刺激，把本來可以用來搭建自己體系的時間切割成一塊一塊的碎片。久了以後，你会發現你懂很多雜事，卻站不穩一件大事。你可以侃侃而談某個事件的細節，卻解釋不出來自己到底相信什麼，要往哪走。你想一想，哪一種知識對你更重要？是知道某個名人的星座，還是知道自己現在身上最大的風險是什麼？是記得一堆別人生活的劇情，還是搞清楚自己手裡可以掌握的籌碼？真正有用的知識，一定是能串起来，能指導行動，能幫你做選擇的。否則，就只是讓你在人生路上看起來很忙，但腳步一直在原地。第二步，也是更關鍵的一步，把判斷力找回來。學校教我們做選擇題、填空題，教我们记公式、背答案，卻很少教我們什麼叫是非，什麼叫善惡，什麼叫價值觀。一旦進入社會，你會發現，大多數時候不會有人出一張考卷給你，而是丟一堆選擇在你面前，讓你自己決定。你要不要為了錢去做一件你明知道不對的事？你要不要為了安全感綁住另一半？你要不要為了面子讓自己陷入負債？這些都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每一個決定都在替你的人生畫方向。有時候，一個人在知識上犯錯，頂多是答錯題，但在良知上犯錯，可能就是一輩子的遺憾。你應該也聽過類似的故事，有的父母發現孩子成績不好，就破口大罵，講出傷到骨子裡的話，以為這樣可以逼孩子進步，結果孩子成績有沒有變好不知道，親子關係先斷掉了。當他們老了，回頭看這一切，才發現當年為了幾分成績說出口的話，卻把一生的信任毀掉了。那一刻後悔也來不及。知識是力量，沒錯，但良知才是方向。一個人有再多知識，拿去做傷害別人的事，那不是聰明，那是可怕。一個社會就算發展的再先進，如果沒有基本的是非感，最後都會反噬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。所以我常說，靈性不是神神叨叨，而是你在關鍵時刻還記不記得自己是個人。你在賺到錢的時候，有沒有想到這筆錢背後有沒有踩到誰？你在做選擇的時候，
有沒有想過這件事10年後拿出來看，你會不會覺得羞愧？你願不願意為了一點眼前的利益，把自己的福報提前花光？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沉重，但我们把話說白，這個世界不一定會對你公平，制度不一定會幫你，但有3件事是你隨時可以從自己手上開始的。第一，少一點盲目勤勞，多一點有方向的用力。第二，少一點被消費牽着走，多一點替未來的自己存底。第三，少一點碎片刺激，多一點系統思考和良知判斷。這樣做不會讓你明天就暴富，但會慢慢幫你把命從別人設計的格子搬回自己手裡。最後我想跟你說，如果你聽到這裡，心裡有一點點被戳到，覺得好像在講你，也千萬不要自責，因為你會有這種感覺，剛好說明一件事，你已經不想再繼續這樣下去了。那很好，從今天開始，你可以試着每天問自己一個小問題：我今天做的這件事是在積累福報，還是在透支福報？是在讓自己更自由，還是更被綁住？如果你願意每天多做一點點對的選擇，時間會站在你這邊。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段分享有讓你看清一點點東西，就按個讚，留個言，分享給你在乎的人，當做給自己種下一個小小的福田。也許幾年之後，你回頭看，會發現真正改變你命運的不是一筆橫財，而是你從這一刻開始慢慢長出來的靈性與判斷力。你以為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嗎？沒有，真正關鍵的地方才剛開始。因為當你開始明白勤勞不等於致富，消費不等於幸福，知識不等於智慧之後，你才會真正看見人生的底層邏輯其實是由你每天的小選擇堆出來的，而不是由某一次的大爆發決定的。但多數人都忽略這點，總以為命運是某一個瞬間翻盤的，殊不知人生真正的逆襲其實是慢慢累出來的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一些人明明看起來普普通通，沒有顯赫背景，也沒有天才頭腦，可他們人生走着走着就越走越順。而另一些看起來聰明、表現亮眼的人，卻似乎老是在原地打轉。這差別到底在哪裡？就在於前者會替未來做選擇，後者只替當下做反應。你仔細想想，是不是這樣？很多人早上醒來，腦子裡第一件事是今天要趕快完成哪些事，而不是這些事是不是我真正該做的事。一天又一天，忙、累、壓力大，可是方向錯了，你再努力都只是更快撞牆。許多人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都用錯地方。於是你會看到一個很諷刺的現象，越努力的人越容易焦慮，越焦慮的人越容易抓緊眼前的小利益，抓緊小利益的人又越來越看不見長遠的路徑，到最後只能在同一個循環裡打滾，1年、3年、10年，生活完全沒有跳層的機會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學會為人生做減法。什麼叫減法？就是你要學會把生命裡那些一點用都沒有的負擔慢慢丟掉。你想一想，人為什麼累？不是因為做太多事，而是因為被太多沒必要的事綁住。你花很多時間在意別人的看法，你花很多情緒在回想過去的後悔，你花很多精力在追求根本不屬於你的面子。最後你的注意力被切成碎片，精力被榨成渣，到真正該為自己努力的時候，你卻一點力氣都沒有了。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會突破人生的人通常都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很清楚自己要什麼，也很清楚自己不要什麼。他们不把时间浪費在無效社交，不把精力砸在無關痛癢的小事，不把注意力獻祭給碎片化的娛樂。他們做事看起來慢，但其實很快，因為所有的前進都在主幹道上。而多數人做事看起來快，但其實很慢，因為他們走的都是岔路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一個人每天滑手機2個小時，一個人每天學習成長2個小時，1個月差別不大，半年差一點，1年開始明顯，3年之後根本不是同一個人生。你可能會說，可是我下班真的很累啊，我真的沒有力氣做這些。那我想問你一句更扎心的話，你是真的累，還是因為你的一天都被錯誤的事掏空了力氣？
你有沒有發現，當你做一件真正對的事時，不但不会更累，反而會越做越有力氣？比如你學會一個技能，未來收入可能翻倍；你改善自己的身體，精神狀態整個變強；你開始整理人生的方向，你反而更輕鬆。為什麼？因為正確的事是補給，錯誤的事是消耗。很多人每天都活在消耗裡，卻以為那是生活的常態。然後第5個關鍵來了，你要學會避開看起來很合理的陷阱，比如勤勞陷阱，比如消費陷阱，比如碎片信息陷阱，還有一個更深的比較陷阱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人越窮越喜歡比較？別人換車，你心裡不平衡；別人升遷，你覺得自己不夠好；別人買房，你開始懷疑自己人生失敗。你以為你是在向上看齊，其實你是在慢慢把自己的注意力、耐心、金錢全都送給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敌人，你幻想中的別人。比較是一種極強的內耗，它会讓你不斷把焦点放在外面，而不是放在自己該走的路上。你知道最厲害的人怎麼做嗎？他們幾乎不看別人，他們只盯着下一步的自己。他們不問別人都做到哪裡了，他們只問我今天有沒有比昨天前進一點點。這樣的人看起來慢，卻走得最穩；看起来普通，卻走得最遠。而那些用盡力氣在比較的人，走着走着就累了，放棄了，焦慮了，懷疑了，然後被自己打敗了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你真正的对手不是別人，而是3年後的你？你今天的樣子是3年前的選擇造出來的，你3年後的樣子正在等你今天的決定。你想要哪一種？最後一件事，也是所有轉變裡最關鍵的一點，一個人的福報是他每天的選擇累積出來的。聽起來很玄，其實非常現實。你今天願不願意幫別人一點忙？你今天有沒有對家人說一句溫暖的話？你今天有沒有接納自己一點點？這些看起來不賺錢、不立刻回報的小動作，為什麼會影響命運？因為他們在改變你的氣場。你對世界好一點，你的氣就順一點；你對別人善一點，你的人缘就穩一點；你對自己寬一點，你的運就開一點。你有沒有發現，真正順風順水的人通常都不壞，真正倒霉透頂的人往往在某些關鍵地方極度執着、自我、固執、負面。福報不是迷信，福報是心理能量，是人際氛圍，是你面对应变的能力，是你願不願意在關鍵時刻換個角度。你越善良，你越不容易撞牆；你越執着，你越容易出事。就這麼簡單。到最後你會發現，一個人的命是制度影響、家庭影響、時代影響，但最底層的是心性影響。如果你心越穩、越柔軟、越開放，你就越能駕馭生活的複雜；如果你心越硬、越封閉，越容易被情緒牽動，你就越容易被生活反噬。到最後你會懂，人生不是比誰跑得快，而是誰不會在半路摔倒。到這裡，你可能突然有一種感覺，原來人生不是看天分，而是看是否不斷修正自己。你願意一點一點調整，你的人生就會一點一點改變。你不願意，一切就永遠維持現狀。命運從來沒有一次性的奇蹟，它是無數個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選擇慢慢堆出来的。你現在要做的就是从今天開始，把你的注意力、你的時間、你的精力收回來一點點，不要全被外界牽走。你願意這樣做3個月，你會看到改變；你願意做1年，你會看到人生翻頁；你願意做3年，你會發現你已經不是以前那個被環境推着走的人，而是一個能掌握方向、能穩住情緒、能守住福報的人。那一天你會知道，真正的翻身不是你賺了多少錢，而是你終於從被世界設計的命運走成了自己設計的人生。到這裡，我們終於要回到最根本的一個問題：人的一生到底是在跟誰在跑？你可能以為是在和同齡人比收入，在和同事比職位，在和鄰居比資產；你可能以為是在和世界的規則對抗，在和制度縫隙裡求生，在和时代的浪潮裡拼命抓住一點安全感。但走着走着你會發現，你其實一直都只是在和過去的自己賽跑。
你之所以焦慮，是因為你停在原地，而別人繼續向前；你之所以痛苦，是因為你明明知道自己該改變，卻遲遲不肯邁第一步；你之所以感到人生不公平，是因為你總盯着別人的軌道，卻從來沒真正跑過自己的賽道。命運不是別人給你的，是你每天一點一點塑出來的。別人只能影響你一時，只有你自己能影響你一生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你走到今天，不是靠一次奮力跳躍，而是靠無數個看似普通的決定。是你決定不再把時間賣給碎片信息，是你決定不再被消費主義牽着走，是你決定不再盲目勤勞，而是開始選擇方向，是你決定不再把注意力浪費在比較，而是放回自己身上，是你決定不再透支福報，而是把善念留給未來的自己。這些決定別人看不見，世界也不會立刻鼓掌，但他們正在悄悄地把你的人生軌跡往上推。慢慢的，你會變得不一樣，你的情緒會穩一點，你的方向會清晰一點，你的選擇會乾淨一點，你的好運會開始出現。到最後你會懂，命運從來不是爆發，是累積。真正能翻身的，從來不是那些賭一把的人，而是那些願意在黑夜裡點一盞小燈的人。世界不一定會對你溫柔，但你可以對自己溫柔一點。生活不一定會一直順利，但你可以讓自己穩一點。未來不一定完全掌握在你手上，但你可以一步一步把它慢慢握回來。而你聽到這裡，願意堅持看到這一段，已經說明了一件事：你準備好脫離舊的軌道，準備好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。記住，從今天開始的每一個小決定，都是在替3年後的你鋪路。你不需要跑很快，你只要不停下來。當你願意往前走一步，命運就會往你這邊靠一步。最後，我想把這一句送給你：願你在看似普通的日子裡，悄悄變得了不起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